各位朋友，互联网时代呀，真的是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啊！尤其是公众人物说话呀，可得注意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舆论场上，它跟那个海外还不一样，是吧？这个郭德纲啊，又摊上大事了，各位。这个郭德纲啊，大家知道他这个仇人很多啊，同行是那个最大的冤家，是吧？他这些年来一直少不了他的这个同行们的这种捧场举报，是吧？一路也过来了。不过呢，郭德纲这会儿摊上那个事儿，可能还真不小，因为他在演出中啊，他篡改了红歌啊。那位说什么叫红歌啊？就是那些革命歌曲啊，他篡改的是铁道游击队的那个歌曲。郭德纲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遭举报。紫禁城中静悄悄。2026年7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红等戏谑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武汉市文旅局8月11日正式回复，该场演出虽取得合法许可，但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中邦消息，郭德纲武汉演出篡改红色经典歌曲，官方直接立案调查。演出当中他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乱改歌词，胡乱添加戏谑词句，调侃红歌。这首承载铁道游击队历史的经典红歌是国家级优秀红色曲目。整场演出虽有正规手续，但改编内容完全没有提前报备，触碰底线。红色经典不容戏谑，敬畏历史是每个人该守的本分。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都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佛耶如来呀，妈咪妈咪红哎哟。你要说郭德纲这个恶意改编或者是恶意的嘲讽，倒也谈不上，对吧？那有人说呢，郭德纲这是临时起意呀，因为那个通报中不说了吗？就是这种营业性演出，你开始的时候都有那个剧本要上报当地的文旅部门要审批呀，你这是超出了审批范围，确实他这一点上违规了。但是你要说严格的来讲，你让一个这个说相声的、说脱口秀的，他有很多现场的临时发挥现挂的内容。你要是每一个都得必须在那个上报的剧本里边，这语言类的喜剧节目，说实在的也很难把握这个事儿。反正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国情，那既然呢有这个规定呢，这个老郭呢，这也确实是违规了那你至于说这个老郭这个唱这个微山湖上静悄悄这个事儿他确实不是说临时起意就专门的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他常改，因为他在以往的演出中他就爱唱这个铁道游击队。西边的太阳又要落山了，俄罗斯唱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行了，别维塔斯扒着火车来了。
吃蜜了。什么意思？您这铁道游击队的插曲，不是维塔斯卡。差远了这个。哦，那可能是不是一趟火车线？这说提速了。哦，还是你明白。说点别的，这俩是难得。郭德纲有很多的仇人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仇人就多人把他给举报了。那还有人呢，在互联网上呢，就是郭德纲的仇家嘛，也很多嘛，就是专门搜集了说德云社这些年来的所谓的劣迹啊，要一把这个郭德纲给搞死。这个郭德纲呢，他本人呢，多年的公开事件啊，包括大批的年轻演员接连什么爆出违法呀、失德的丑闻呐，多次突破文艺与公众的道德边界，充分暴露出团队长期重流量轻易得的深层弊病啊，这是他的仇人就开始批判了。他问题是他一个这个喜剧演员，他不重流量，他吃啥饭呢？说郭德纲呢自身多次踩线，艺德底线屡屡失守。说2007年的时候，央视315晚会曝光郭德纲代言的藏秘那个排油减肥茶，那是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公开宣称亲身试用，实际上呢，产品呢这个没有实际的减肥作用，还存在着副作用。说长期以来郭德纲的舞台充斥着低俗、伦理根、不当讽刺内容。说2025年北展演出那个出现了抹黑国有的文艺院团低俗段子，北京西城文旅局约谈了德云社，要求整改。2026年悉尼海外商演当众调侃否定文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反正是扣帽子吧。说这次武汉演出篡改抗日红色经典对吧？这个触发了立案调查。好吧，还有什么德云社2010年徒弟殴打采访记者，还有师徒决裂，曹云金、何云伟多年互相公开指责，是吧？还有德云社的这些演员包括一个演员酒后私闯独居女性被警方刑拘说这个还被前妻曝光长期家暴还有他的徒弟们什么婚恋品行混乱，是吧？与多名女粉丝暧昧出轨好家伙，这全上来了。这就要上纲上线各位那有人说了，那郭德纲这一次那是不是就彻底完了呀？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些明星塌房的很多，这韩红就因为一句走个面就这彻底的完了他这个慈善的老底儿被人揭个底儿掉，那郭德纲是不是也得全面被封杀了呢？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没那么严重这个事儿，因为他本身呢，他这个搞笑的唱这个歌呢，也没有多么严重的那种政治的那种可以说是不良的意向嘛，那倒是听不出来对不对各位？还有呢，就是目前呢，这个中国曲艺协会不是姜昆了，姜昆退了现在呢是冯巩先生。如果是姜昆的话，我认为郭德纲这次可能会够呛。说相声在小剧场继承传统，我是坚决支持他，赞成他。但是他的庸俗的东西、低级的东西，希望他自己要认识，赶紧把它扬起。郭德纲有多看不上姜昆 ？No.1 炒作，他很强。你看他谁都敢说，你看相声界没有人说郭德纲的，除非不他就是他跟他师傅打官司，他说，但是他呢，就可以在相声里讲，
相声界不容我，他就可以把相声界都给他。谁弱谁强，其实一看就可知。我要求相声界不要讲话。有人说他不行啊，这么说不行啊，我们谁说的这那？我说大家都不要说话。我们要借势造势。郭德纲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也跟郭德纲我也跟他讲过，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反三俗，别动不动拿三俗开玩笑。你三俗了，我三俗了，像小孩子一样，也别老打官司，打什么老打官司？一会儿骂这个，一会儿骂那干嘛呢？我希望我让他们往正道上，一路标。Number 2，我并不是说有仇必报，我是有选择的。我所针对的是针对相声界内部，相声界之外的人，你打了我，我会笑，因为我知道他值得宽恕。内部我吃了他们几十年的苦，我知道我让一步，那么我以及我的徒子徒孙们无立身之处。05年德云社刚起来，北京相声界大伙儿就预谋要到天安门去静坐，以此呼吁上级部门封杀德云社。什么样的仇恨能这样？当然他们是没去，要去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他们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我就举这么一个小例子，这种事情几十年里边时有发生。你让我怎样去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吧，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呀？圣人是这么说的呀。老先生、老前辈们还是很好的，不管是专业啊，方方面面来说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到后期大批的人员涌进我们这个行业之后，造成了良莠不齐。我们有大批的新兴的小星、相声艺术家，我还做过这统计，我拉过一个单子，我写了200位相声演员的名字。我调查过之后，他们在30岁之前从事的都是其他职业。我很纳闷，就是你没学过，你怎么就干了这行呢？我会说普通话，我可拼了，我喝点酒之后都没人样。那你给我个词儿，我能背下来，我敢站在那儿穿个西装装相声艺人，可以啊。所以由于大批的这种人才的涌进，导致我们这个行业的没落。其他的行业好比是爬山，一蹬一蹬爬到顶上去，开门进门。我们这个行业是大门在山根儿，开门连人带狗都能冲进来，但是台阶在门里面。可进来之后就有那个不愿意往上爬的了。得了，咱们都跟着凑合着。你也不会啊，他真巧，我也不会。你会吗？你也不会。哎呦，还条狗啊，咱们一块儿，咱们都跟着凑合着。我就说你是艺术家，你也说我是著名演员，好，咱们都凑合。哎呦，来一叫郭德纲，他往上爬，这得弄死啊！你不把他弄死，咱们怎么办呢？了解了吧？郭德纲说话呢，也确实是得罪了不少人，是吧？郭德纲是不懂得圆滑和藏拙的。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树敌太多，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环境里边，是吧？那也不是个好事吧？反正这一次呢，那郭德纲能过去这一关吗？我个人认为能。为什么呢？因为现任的曲艺协会的主席是冯巩先生冯巩先生应该讲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大度之人我是非常看好冯巩的这个人品的。而且呢，他呢这些年来呢跟郭德纲的关系呢不能说不错吧，但是呢也没有这个恩怨，因为冯巩先生这个比较大度，所以这一次中国曲协起码不会落井下石那就武汉当地的文旅呢，也就最多也就是把郭德纲给叫去给规训一顿，然后呢罚款了事。我认为郭德纲以后呢要接受这个教训适应社会的这个现在的节奏吧。好自为之点个订阅，下期再聊。